作为一个理财频道，我今天要讲的可能是一个大家都会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养老。我们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积极的理财和储蓄，都是为了在退休之后能够过上一种比较安稳舒适的生活。但是你知道我们需要多少钱才能够在退休之后过上那样的生活呢？今天我们就来算一算。我会以我生活的新加坡为例来进行估算。由于各国的生活成本和退休金制度非常的不一样，如果你不是生活在新加坡，我算出来的数值可能并不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我的方法可以供你参考。同时呢，我的估算方法会基于以下的一些假设。第一呢，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是35岁，还有30年即将在65岁退休，并且不考虑提前退休或者延迟退休这种特殊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假设我们退休之后依旧保持我们工作时的消费水平，并且用本地的平均消费水平来进行估算。如果你的消费水平高于或者低于平均，那在估算的时候呢，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第三呢，新加坡的人均预期寿命接近85岁，那我们就假设我们需要为退休之后准备大约20年的生活费用。第四，我在进行估算的时候是以单人来进行计算的。如果呢是以家庭为单位，夫妻2个人的生活费用一般低于单人的生活费乘以2。但是在这里为了简化计算，我只计算单人的。第五，由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拥有公积金户头，从65岁开始可以领取公积金入息，所以在计算的时候呢，我也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计算吧。根据 WISE 整理出的最新的新加坡物价数据，综合餐饮、住房、交通、娱乐及生活杂费和其他开支，每月人均大约需要3300新币。这个数据基本符合本地的在职人员的平均消费水平。退休了的乐龄人士的消费结构会略有不同，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已经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且房屋贷款一般都已经还清。住房的开销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高，但是考虑到房屋本身也存在修缮和维护的费用，以及老年人在其他方面的开销会高于年轻人，比如医疗和看护。所以呢，我们还是假设每月需要大约3300新币。那这里的3300新币是根据当前的物价。那如果在30年之后退休，每月需要的金额一定会超过3300新币，因为我们需要考虑通货膨胀这个因素。那过去30年本地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大约是2%，所以呢，我们也用2%来进行计算。那么在30年之后退休的那一年，每个月的平均支出大约是6079新币，接近于现在的2倍。退休20年，总共需要准备大约177万新币。当然，因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拥有公积金账户，从65岁开始可以领取入息，所以实际上并不需要170多万的现金这么多。那提到养老金体系，就不得不提养老金体系的替代率。养老金体系的替代率是指员工在退休之后收到的养老金占就职时薪资收入的百分比。那这个比例当然是越高越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可以达到100%，因为这对就职的人来说就不太公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养老金的替代率一般都不超过50%，甚至很多国家连30%都不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享有国家的养老金，也还是需要准备个人的养老储蓄。世界各国在养老金体系上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但是无外乎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组成的养老的3大支柱。世界上主要的养老体制也只有3种，就是大陆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个人累积市场模式。欧盟国家大多数采用的就是大陆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就业为基础，养老补贴和缴费关联，和收入挂钩。那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充分融合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组成的养老的3大支柱。那以美国为例，它的养老体系呢，包括了国民基础
养老金，也就是 Social Security。那在美国工作的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呢，都会有一个社保账号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具体的操作方式呢，就是每个月呢会从员工的收入中扣除一小部分放入公共养老金池。但是美国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在整个的养老金体系中的占比呢很低，大约只有7%左右。所以说美国的养老体系主要还是由企业和个人这2大支柱组成。那占比最高的是职业养老金，也就是 401k， 其次呢是个人养老金，也就是 IRA。 那 401k 和 IRA 中的资金被大量的投入到了美股美债市场，那美国人可以通过对这2个账户的操作，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投资，赚取收益。那新加坡采用的是个人累积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和前2种模式最大的差别在于没有社会统筹和共济功能。当然，就业不足和养老储蓄不足的人可以申请政府的养老补贴。那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强制性的储蓄，国民在就业阶段未雨绸缪，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备退休之需。我在本频道的第8期节目中就有详细介绍过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包括 CPF 各户头的用途、CPF 的缴纳增值方式，以及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那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那期节目去收看。在估算我们为养老金准备资金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可以扣除每月的公积金入息的部分。公积金入息有3种计划可选：基本计划、标准计划和递增计划。那为了简便计算，我就采用标准计划。目前本地65岁居民公积金退休账户的余额中位数大约是18万新币，我们就用这个数字来计算。打开公积金官网的 CPF Life 计算器，我们很容易得出每个月的入息是950新币。我们同样需要考虑通货膨胀，把这个950新币带入到刚才计算的表格中去，可以算出在30年之后，为了收支平衡，我们自己需要额外准备4342新币。为了退休20年，就一共需要准备126万新币。126万新币和刚才算出的177万新币相比，的确低了不少，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那么在30年之后的120万新币，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68.5万。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68.5万新币，并且让这笔钱每年保持不低于2%的通胀率的增长，同时呢，让公积金账户的余额不低于本地中位数的水平，那么在30年之后，你65岁退休的时候呢，大致还是可以过上衣食无虞的生活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关于退休、养老金、投资理财、提前退休、财务自由等话题，我在之后的节目中呢，还会开设多个专题。你对哪些主题感兴趣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